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今天的分享呢，我先分享李学道同学的体会啊，这篇体会啊写的像诗一样啊，大家听哈啊，说李老师好，说30年前结缘您，便跟着您学传统文化，说您无私奉献，多年来免费在网上讲文化授方法，我们一家人追了整整30年。从前跟着您的书琢磨，如今呢守着您的网课，晚上睡前听，晨起呢醒后听。有空就跟着您教的动作练，说您讲的内容啊，像把生活里的糊涂事儿都点透了，字句里都预贴着人，都是预贴人心的通透，让我们心里亮堂，全家这些年过得踏实又安稳。说您就是我们身边的明灯，一直照着我们啊往前走的路。其实这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明灯啊。说30载山巅练功，20余载殿中守常，这半生的稳当也有您讲的文化打底。我没说自己是光，可草木鸟兽都认，连我自己都成了小宇宙。从崂山老子像旁的练功场到市南店铺的路，这些年遇见被车碾过的动物，总停下车捧到路边，让它们入土为安。说这份心啊，早顺着风浸润到日子里。夏的阳台，秋的殿旁，向日葵从不是追日的俗物，竟朝我练功脚抽芽，花瓣往铺子方向舒展。秋凉里偏把热烈全给我这边，向阳的包还紧攥着。连那颗佛手瓜都懂，顺着墙爬到店铺无阳的角落，到结的老大老多，沉甸甸坠着藤。向阳处反倒才刚开花，慢了半拍的热闹。说最真的是练功场边那棵老桂，是岳父的父亲传下来的，到我这儿已经100多年了。靠我练功处的枝丫直窜云，花簇堆得密，香能浸满整条街。向阳面到矮半截，花影稀，百年国槐呢也偏深。我这边枝繁叶茂，向阳处却矮了势头。牡丹呢更吃，像我脚边开的碗大色艳，旁边呢只零星几点淡红，连无花果都偏心。我这边果串缀满枝，向阳处只疏疏挂着几颗。说到了深秋啊，更见分晓。说周边树叶子20天前就黄透落尽，但唯有练功场旁的枝丫呢还攒着青，叶间才刚染浅黄，风过也不肯轻易坠。说练功时更妙，凝神间脑中竟升起一轮大太阳，暖得像春日初升，照得我全身通透透亮。练罢漱口，牙齿尖如海边岩牙，唾液清似西湖柔波。咽入腹中时，恰如溪流入海，喂纳这一汪清澈，变成了滋养小宇宙的川泽。那一刻，血管如黄河长江奔涌，两脚扎根似大地无垠，心脏更是比泰山还要磅礴。周身融融的暖裹上来，天地人混化，三元归一，整个人浸在这小宇宙里，连束缚感都散得干干净净，只想由着这股气漫着，连收工都舍不得。我自成小宇宙，心中的光裹着这些年的善念漫出来，那些被我安顿过的生灵，常伴生侧的鸟兽都凑过来吸收这份暖，听懂我的话，与我对话嬉闹。原来30多年的气，20多年的暖，还有您教的这份心安，早浸在风里土中，草木皆为我偏身，鸟兽愿与我为邻，连无阳处生的佛手瓜都结得热闹。这半生是您的光，是天地的暖，让这日子过得又清又亮。这真的是一份很暖的分享，也是很诗意的分享。他从学习传统文化这么多年，自己这种善念
善念呢又引起自己那个磁场，那你在锻炼的时候，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磁场，所以周围的小动物啊、花花草草啊，都也把那种善他能感受得到，能够听得懂。当然，他不是用听了，能感受到你的那个善念，也向他伸出了这种善意的光芒。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两岸社会的亲友，通过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之后，都会在生活中感受到，你会散发这种善念，也感受到这份爱。好了，那我们今天再接着我们今天的分享啊，我们上次分享了说与家人之间的对话呀，就是参禅，对话就是参禅。那么今天我们就接着讲这个话题啊，就那么平时说我们家人之间说为什么会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矛盾，一说话就会多数的就很多家庭人就会呛起来呢？跟朋友、跟周围人没有，跟家人就会有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平常就是我们真正的是家人之间对话，对话的目的是干什么呢？那只要我跟你说事儿，你跟我说事儿，大家要说什么事儿，它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连接。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我的希望你懂，你的希望我要懂，连接，互相懂对方。但是我们一对话呢，就容易走入一个误区。我们对话的目的往往什么呢？说我要赢，我得说过你，我跟你对话的目的就是你得听我的，我的是正确的。大家想一想吧，我们很多家庭、很多夫妻之间对话都有这样一个问题，不是为了说更好的沟通，沟通是什么呢？我要理解对方，但是对方也要理解，我也希望对方理解我，但往往不是说我去理解对方，而是什么？你得理解我，你得听我的，就是我要赢。所以这个呢，就导致了很多家庭的对话就产生了问题我就想象跟大家讲就是说家庭对话有的时候就像一个辩论赛一样，你就想，比方说妻子就说你怎么这个东西又乱扔说你昨天不也怎么？你看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吧？他说你，你说他，你说的就好像干什么在辩论一样。那吵什么呢？就表面上，比方说你怎么把东西乱扔了？说把东西乱扔了，其实是实际打一场什么样的竞赛呢？大家在辩论什么呢？谁不讲卫生谁不搞整洁？那么得到的奖品是什么呢？我赢了之后，我有一种道德制高点，我比你强。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输了，可以说双输。你争来争去，家庭不和谐，你说谁能赢吧？大概说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如果说我们从参禅的角度上讲，就很好理解了。你看禅宗讲什么呀？禅宗讲不立文字，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一说出口，这个语言本身就失真了，就内在你的那种感受，你只要语言去表达，那语言一表达就已经偏离了原来本来你的意思，所以就不立文字嘛。但是我们一讲话一交流就需要用文字，说你一讲道理，语言本身就失真了。比方说吧，他说一句话，他说的这段话，他一表达成话，就和他本来的意思就不一样了。那么你听到的这个话，其实不是他本来的意思。那你再去一说话的时候，又不是你本来的意思，这个话都打折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就两个打折的这个话，你怎么能对上号？能不吵架吗？对吧？只要从禅宗角度上讲，你只要一说话，他就失真了。他说的那个话失真了，你说的那话也失真了，两个失真的话在一块儿，你就根本不能够完全真正融合到一块儿去。说真正说心有灵犀，一点都一会意就有了。你一说出来东西的时候，特别一争吵的时候，你说那个话赶上平常我们就说赶上气头了谁气头上，你自己也赶上气头说那个话，它不真，不是你真心的。可是当时为了要发这个气呢，我就要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呢？我们上次讲了是什么？是你那个怨气深、斗气深、苦气深再去说话，不是你真正的说话。大概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特别是我们练树立要练这个安静。我就觉得要破局，破这一个局面的第一招，就是要把耳朵你调成静音模式，你得少说多听。大家注意然而这个多听不是普通的那个听，
是什么听啊？我跟他讲的深度倾听，就不单单倾听，还得深度倾听。你看我们站桩的往那一站，说你要听身体里面，要听息听，就所谓这个深度啊，你听就从头脑哇进入到内心，从烦乱复归到了平静。你深度倾听，就好像过去我们调收音机，调音，调到什么？调到那个空荡灵明的那个频率，调到你那个心灵的频率。就是说，当你一真正深度倾听的时候，你在倾听你自己的心，那么你就和你的心建立了连接。你一深度倾听，就是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你也能听到什么呢？对方的那个心，因为你静下来了，他那个吵闹的那个，从他吵闹的那个表面，你沉进去了。所以我们家人间要连接嘛，谁去连接？那个心去连接。所以你一深度倾听的时候，既和你的心连接了，也和对方的心连接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如果说我做不到深度倾听，那你至少应做到什么呢？少说一点。我就想说闭嘴一点，少说一点，先停下来，停几秒，我们先不说，去听他背后的潜台词。然后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怎么就总要又加班了？其实呢，哎呀，我是想你早点回家，是吧？你从来都不关心我，其实什么？说我需要被看见。他在用指责你的方式来表达他的需求。但是我们一听到那个指责呢，那你指责我也指责你，而就忽略了他的那个需求。而只要你认真静下来听一听，哎呦，你知道他说这个话不是为了指责我而说的，而是他有需求。同时你一倾听的时候，当你一要去反驳，哟，这是哪个气声要抢我的话筒要去说话？大家说是不是这样？所以当你自己一安静深度倾听的时候，你的那个什么怨气声，那个苦气声一下就散掉了，那个气儿就散了。你这一散了之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你这一散，对方那个苦气声呢，他没有了对手啊，因为他只能和同类打架呀。苦气声和苦气声打架，他没有对手了。就好像一拳打到棉花，那个架自然吵不起来了。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不也就是个道理吗？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深度倾听，我们每一天练树立，练安静，就是你平常遇到事儿的时候，你一进入那个安静的状态，注意啊，你这一安静了，对方是乱的，那个乱一遇到你这个安静，那个气儿哗，你就能帮他散掉。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不是说你每次都能成功，一试就成功，那可不一定。那你逐渐锻炼，你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他那是乱的嘛，你一定变得不一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啊，你到一个地方去，你心里面很得意洋洋的，或者说心烦意乱的，一到前面一看，哟，下面是万丈深渊，你又问，再不是掉下去了。你一看到那个无限深的那个虚空的时候，你的气儿一下就凝结了，就不散乱了。大家想一想，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你比方说你唱着歌哼着曲儿，哇，叫如临深渊，如履等一语如临深渊的时候，你个心啪静下来了。也就是说，对方那个苦气声在那乱闹的时候，你这一安静，就好像他如临深渊一样，那个就你这无限的空间，就帮助他把他那个心神啪给定住了。所以家人的对话就是参禅，就是这样。
对方出现的这种状况，就是让我参我的心的，让我深度倾听，听我的心，也听对方的心，听那个空，而不是着在那个文字上，不立文字。那不立文字就不立什么？他那个言语就是退回来，从他的文字中退回去，从你要说的文字中也退回去，不立文字。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哈，就是我们只要争斗，只要去辩论，必然有一个什么？有个我要怎么样，你得听我的。有个你，有个我，有对立，一定是这样。你不然的话不会产生争论的，都是我们一致的，还争啥是吧？那是说，那么禅宗讲说你要破那个我呀，那你说我破不了，我现在还有需要有，当然我们现在破不了这个我，那至少也得怎么样呢？也得从我，你看说我，要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注意哈，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就是说跳出小我，看到我们这一个整体，或者说看到这个家的这个整体，而不是说什么呢？我跟你要对立，而这个家要互相帮助，家是一个整体。你遇到问题了，我不能说你怎么会这样的问题？好了，你就拿这个问题再打对方。你遇到问题之后，我跟你共同一起去对付这个问题，而不是拿着问题互相折磨对方。那么传统的思维，大家看啊，比方说我们这个整体啊，传统的不是整体，我是我，你是你。传统思维什么呢？我的错是我的，你的错是你的。那么禅意的思维是什么呢？就不一样。我的错也是你的错，你的错也是我的错，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就好像你老公做的这个事儿，在外面做了，比方说把垃圾倒出去了，就倒到门口去了，或者说老婆倒到门口去了。那对你家来说，比方说就是老公倒的，老婆没倒，老公错了，老婆对的。但对另外一个家庭来说呢，就是你们家的事儿，对吧？是你们家的事儿。所以说我的错也是你的错，你的错也是我的错，那都是我们家的错，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举个例子就知道，你比方说小孩吧，孩子考试没考好，那旧有的模式就是什么呢？你怎么考的？天天就玩手机，你就批评、指责、搞对立，就讲这样的话。大概有什么？父亲就说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那新的模式，哎呦，他没考好是他的错，他的错也是我的错。那可以怎么讲呀？最近我太忙了，陪你太少了。我们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儿。首先，我承认，我也有错。你承认你有错的时候，建立了连接了，就这个错是我们共同的，这个错也可以把我们连成一个整体，我们共同有了这个错，那共同面对这个错，共同去改错，而不是说你怎么，你为什么出现这样错，你为什么？大家想，平常很多父母是不是就是这样，就对孩子，这就是你的，对立起来了，你一对立就麻烦。大家注意哈，认错呀不是认怂，当然认怂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去认怂啊，是建立什么呢？连接的捷径。这个错本来是他那儿有错，这个错好像是他的，可你也认为这个错也是我的。通过这个错就把我们连起来，我们共同的错误，然后我们共同什么去解决这个错。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啊？这个错把我们共同连接起来了。那我的错，这个错里有我认了，我认了这个错，等于帮助你清理了错误。你的错呢，我也不去指责，反而是反思我哪儿做的不好。大家觉得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去处理问题？无论你和夫妻之间，还跟孩子之间，跟父母之间，我觉得都应该是这样。在单位跟同事之间，有时候也需要是这样的。但往往我们一发生事儿就把自己撇清了都我不知道我怎么，大概是平常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好多人是一遇到一点事儿就把自己撇清，一点责任都不敢承担。那就是什么呢？我跟你是对立的，错是你的，错是你的。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说其实他人如何对你是他的修行，你如何对待他人也是就是你的修行。
我们要修什么呢？修这个圆满嘛，修整体嘛，你不能修对立呀。所以你做不到真正破那个我，那也需要什么呢？从你到什么？哎呀，到我们共同去面对这个事儿。如果一个家庭啊，夫妻呀，或者跟孩子都有我们的这个概念，那很多问题就没有了。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你有你的我，我有我的我就对起来了。那我们那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的吧？的确是如此哈。就是每一次冲突，你都把它当成什么呢？哟，反求诸己。冲突嘛，他有错，你平常他是有错，你就哎呦，他的错也是我的错，我要改变我自己呀。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法啊，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吵架也好，争吵也好，要把对方的那个吵或者把那个唠叨当成什么呀？当头棒喝。前面我曾经说过这个问题啊，说现在比方说你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比方说家人说这样一句话，说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大家想是不是当头棒喝？你听这个词儿，不可理喻，就你自己不懂，他那么说话，他那么做事，你不懂，不可你想象不了，你怎么能那么做事呢？这个什么呢？超越了你的逻辑思维了，是不是在帮着你当头棒喝？你怎么能这么想？你怎么这么想？平常说话你怎么这么说？你怎么这么想？好，就是什么呢？你认为该这样想，他呢就那么想，这是干什么？打破你的惯性认知。不可理喻是超越了你的思维逻辑，超越了你的思维了。这个你怎么这么讲？打破了你的惯性认知，你总是习惯这样，他就反过来，不是在破你吗？再比方说，哎呀，你烦死了，这点事你说几百遍了。你看他为什么说几百遍呀？持续的当头棒喝，直到要等着你醒过来。大概说是不是这样？说其实这些话看起来很让人心烦的话，其实是在干什么呢？他跟你说话呀，通过当头棒喝的这种方式，通过这样一种很难受的这样一些方式，让你干什么呀？其实在说呀，醒醒吧，你别活在旧模式里面了，你总是那样认为对，还有这种新的模式呢，对吧？你别活在旧模式里面了。或者说，看看你的我执又出来捣乱了，你总认为你是对的，你总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其实还有更多的选择。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真的是应了佛家讲的一句话说，烦恼即菩提呀。就最让你头疼的那个家人，可能就是你最大的逆增上缘。顺境让你舒服，逆境真的会让你成长让你成长。所以我说清楚没有啊？他这个话你不可理喻，又超越了你的思维。你怎么这么想？哎，打破你的惯性。也说了多少遍了？持续的帮和。所以大家看看生活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一直都讲啊，就好像家人之间就像私人教练一样，你教我，我教你，就持续给你出题，出各种各样的难题，就跟哎呀让你难受，让你有烦恼。但你要认识到，真是去把家人的对话当做参禅的话就不一样了。烦恼即菩提呀，大概说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家人间的沟通啊，不是说为了什么说我要赢，而是要沟通。沟通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那真正的那个胜利啊，是我们赢了，而不是我赢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所以平常对话或者对话之前，你就要提醒自己，是我要赢，还是要建立连接呢？是吧？我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还是要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想？去理解，我是要发泄情绪呢，还是要建立更深的情感纽带？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多人讲道理，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发泄情绪。发泄情绪，特别是什么呢？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发泄情绪呢？我为你好，我说的是对的。可是呢，说我为你好的这个事儿，在做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时候啊，那是带着自己无限的那种情绪。你不是为了真正的好，而是为了自己说出来舒服。
其实你自己说着真的能舒服吗？说完了也不舒服。哎，那你提醒自己的时候，那你要选择连接哦，不是为了我要赢，而是为什么呀？家庭更好的连接。这样的话，吵架就变成了沟通了，对立就变成了合作。一吵架就消耗、内耗，内耗、消耗就变成了滋养。大家讲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修行的高手，过去讲是修行的在人世间、在尘世间的修炼啊，那才真正厉害。说真正修行高手，就是能在最亲密的关系中保持觉知，不是到深山老林没人打扰，没人给你出题儿，哎呀，说你保持我天天很清静，那不算数。就在最亲密的关系中保持觉知，不被情绪卷走，不被惯性控制。说这才是情执中得慧，情执中得智慧，是非常接地气的参禅，接地气的参禅。所以我就想啊，以后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啊，真的需要怎么样去说呢？不争对错，只连接啊，连信号啊，不辨输赢，只要连接。但你真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啊，哎，当你就不再去想赢的时候，你反而赢得了最珍贵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啊？贴近的心，流动的爱，温暖的家，温暖的家。所以真的是很高级的禅修，就是在家里面，不是在山里闭关闭出来的，而是在家里面一句一句的吵出来的。但这个吵打引号，不是真的那种吵了，就是说要吵的什么呢？吵的有点智慧，吵的充满爱意，吵的充满禅意。啊，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内容啊，就与家人对话就是参禅。参禅，我不是要赢，要建立连接。我要深度倾听，我要从我变成我们，要把生活中的这些言语交流，把对方给你那些好像不可理喻的这些话，当成什么呢？当成当头棒喝。好吧，现在我们一起来锻炼啊，好，放松，安静。就往这一站，深度倾听，倾听你内在的心。敞开心胸，张开怀抱，倾听无限虚空。爱充满虚空，那个爱的倾听，手慢慢上升，
7平，慢慢上升。肩平，向上，到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中。慢慢下落，两手经面，指胸，指腹，小腹，注意双膝软，腹归婴儿。两手扶于左面，向上提，向上提，向上提，转掌，颈椎的后侧慢慢上升，至命门，手向前，大肚脐，点两手分开，脚分开，成后8字。
臂慢慢上抬，抬起的不是胳膊，是安静。你好像用耳朵听着，胳膊这个安静，抬起的那种状态。身体微下端，百会向上虚旋，整个身体放松到虚空之中。就可以练那个深度倾听，身体一动不动，只有那细微的呼吸，你就听那个呼吸，听那个呼吸入丹田的状态。
安静，安静，百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额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两手置于胸前，注意我们做呼吸，注意吸气，摆开，呼气，吸气，反方向吸气，注意肩胛骨也要动起来啊，后背。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紧缩静养。
静。大家保持这个安静的状态，再静静的坐一会儿带着那种爱的觉知，觉知全身，觉知下丹田，保持这种安静的状态。过一会儿就自己收工啊。